带着情人追尾被拍到时，钟义琛一手搭在车窗，朝狗仔笑着，拍到我的丑闻呢，记得找我太太。他最乐意处理这种新闻，提到我这个钟太太，圈子里的人都会异口同声，麻雀变凤凰来的，哪里舍得离婚？没有人记得当年钟义琛娶我时，屈尊纡贵地同他们打过招呼，这是我太太，她年纪小，往后多担待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像从前一样扔钱给狗仔，摆平这次的花边新闻，继续和钟义琛当一对表面恩爱的豪门夫妻。然而这次，我只是推开老爷子的书房，3年了，您该放我走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香港的报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若是哪个娱记这个月的业绩不够顶，那就去敦邦盛集团的钟总，他一个月必定换一个情人，而且招摇过市的，不费力就能拍到。男人嘛，有点花边新闻是正常的，但是他的太太呢，要维持体面的，还要好名声。你拍到了她老公的绯闻，拿着东西去找他，尽管出价，他照单全收的，不过就是常有状况时新。新界日报的新手狗仔拿着视频找钟义琛，被他打发回我这里时，我刚从公司回到家中，坐落于太平山顶的别墅，抬眼望去，整个维港夜景尽收眼底，手机里的声音还在继续着，不熟练却又老成的狮子大开口：钟太太，200万而已，就是你买一个包的钱嘛，只要200万啊，就能买断你老公的丑闻呐，很划算的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就拨这个电话。这个狗仔不太聪明，第一次跟拍，第二次就明目张胆地敲钟义琛的车窗。钟义琛的车其实不好认，他换车频繁，车库几百辆的车，偏偏那几天总开同一辆。狗仔发给我的视频里，钟义琛降下车窗，副驾驶座上是一名穿着火辣的女子。上个月我收到照片时，这个位置上坐的还是大陆来的一位当红小花。钟义琛摘下墨镜，在镜头前露出一张几乎完美无缺的脸，他朝着狗仔的镜头勾勾手指，走近了。他循循善诱，语调慵懒：新仔，这么不懂事，拍完了要找我太太，找我一毛不拔的，没有我太太的联系方式。他抽过一张纸，刷刷写下几个数字，随手拍进狗仔怀里。而后他看向一旁的女人，啧了一声，下车。女人靠近他，嗲他：钟先生，不是说好3天的吗？这才几个小时啊。钟义琛朝他扔了一张卡，按下了开锁键，才几个小时就被拍，不下车等我赶你，滚下去。我关掉视频，面色平静地坐在餐桌前，佣人做好的晚饭一道道摆上了桌。大厅的时钟落到8点，响了几声，我抬头看去，7年前钟义琛从法国给我带回来的礼物，陈旧地摆荡着。我17岁申请到港大读书，18岁那年遇到钟义琛，彼时他除了一张脸，浑身都低调，明明自己识得无数，偏要扮手忙脚乱，总说学的全忘了，赖我教他。不过半月时间，认得他的人偷偷跟我讲，你以为他徒有一张脸皮当靓仔啊？邦盛集团的公子，他老爸最近在竞选委员。后来钟义琛离了校园，好赖话不听，每日开车往返港大和中环，
那几年的时间里，偶尔争吵，不停相爱。我的心门关了又开，开了又关。25岁那年，纠纠缠缠，过百关劫难，我嫁给了钟义琛。那场世纪婚礼，至今还有报纸留存，其中一个小报社为抢关注，标题起的压过鸡大报社，噱头有了，就是太不尊重人。钟义琛晨起第二天看见报纸，看完后水杯压着报纸。后来我知道的时候，那份隆重的报纸成了这个小报社发行的最后一张报纸。小事一件件，从头撕到尾，也会恍然大悟，我和钟义琛原来从前相爱成这般模样的，只是到头来，怎么就成了这陈旧的时钟，连晃动都无力了。寂静的大厅，电梯的数字跳动了下，显示3楼的时候，门打了开来。钟义琛臂弯上枕着西服外套，电梯的顶光也分毫不损他的面部挺拔度。我看了一眼，收回目光，继续专心于桌面的菜肴。隔了1分钟，听到衣服甩落沙发的声音，紧接着果爱香气和男人的体温瞬间笼罩下来。钟义琛站在身后，两手撑着桌面，状似将我环在怀里。他的声音漫不经心，钟太太完好，让我看看这次的新闻价值多少钱。手机放在桌面，他点了几下进到短信里面，200万。现在记者的胃口还不如你一顿晚饭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身价都贬值。我放下筷子，背后挺直，和他的胸膛始终隔着半拳距离。我没回他的话，反而转了另外的话题。我不同意张家敏空降宣传部主管的位置，他的简历申请我会驳回。果然，一听到这个名字，钟义琛就站直了身子，那股缠绕的气息瞬间消失。他坐在了对面，双手搭着椅背，目光看向窗外好夜色。他的事不需要你操心。还是说，钟义琛的目光转了回来，抵着下颌看我，你看不惯他？我直直地看向他的眼底，寻些什么？到底是遍寻不见，外人只知钟义琛这2年总是情人换不停，莫人知他是为张家敏在掩盖。2年前钟义琛送他去国外留学镀金，回来要让他空降集团。我并非看他不惯，而是实事求是。邦盛集团的招聘条件极其严格，第一学历非 QS 前30院校不予考虑。张家敏高中学历，18岁在百货公司上班，镀金的学校也是水校，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找不到突破点。我声音极淡，与你说公事，我不掺私人感情。钟义琛没回话，半晌，我听到他手机里传来的语音，声音极媚极嗲，钟先生，人家的小内内落在你车里了，什么时候方便我取一下吗？手机外放的声音像是刻意调高，传到我耳朵里时，加了几个回响。钟义琛看着我，手机放到唇边，声音懒散，资讯发错了人。小姐，我望着他凉薄的神色，试图回想从前他爱我的模样。其实一开始，钟义琛还是会忏悔认错的。他让人给张家敏送的礼物实在贵重，无意中占了我原先定的名额。富人圈子太小，蛛丝马迹就能破通天大案。钟义琛驱车赶回家，手机银行卡18班账号密码统统上交。他帮了我一点小忙，礼物是阿进挑的，回头我要教训他。他只是稍一解释，我便相信他，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。可那天，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和钟义琛大吵的消息。张家敏在一个雨天，跪在别墅门口，钟太太，我和钟先生真的没石磨的，您一定要相信我们。欲盖弥彰，反倒有鬼。愤怒会燃烧清醒，所以我看不到那天。钟义琛站在落地窗前向下看时，眼底闪过的一丝心疼。一个男人心疼一个女人，
2个人之间算是浪漫的开始，3个人之间就算得上算是危险，这都算不得什么。最难熬的日子早都过去。如果没记错，今日是11月27日，距离我和老爷子的3年之期不剩几天。我看向钟义琛，刚想开口，他突然接到一通来电，那头的声音隐隐约约露出来，我听得出是张家敏的声音，家里的电路坏了，黑乎乎一片，我有些害怕。等着，我过去。钟义琛站了起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我咽下嘴边的话，没再开口，他便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钟义琛走后，我开车去钟氏的老宅。钟家老宅是一片100年洋房，屋内装饰中西掺杂，半古半新。进了门，钟义琛的母亲坐在沙发上，佣人替他敲键。听到声响，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闭上眼睛。我没去惹他嫌，径直上了2楼书房。爷爷，我斟酌了下，3年的时间到了，我想离开钟家。当年我知道，钟义琛明面上送走张家敏，实际上是送他出国留学。知道我住院的时候，他的航班还往返于香港和澳洲，我便彻底死心。那时我找上老爷子，恰逢钟家内外不太平，他要我再留3年。3年时间里，钟义琛死性不改，届时他可以做主让我离开钟家。太师椅晃了晃，老爷子睁开眼看向我，问了句：“我以为给你3年的时间，你已经习惯了，为什么还想着要走？”见我不说话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你当初要嫁进钟家，就该预料到这些。你看看婉华，她年轻时脾气比你还烈，到头来不还是牢牢地抓住了钟泰这个名头，那么多私生子都翻不起波澜。她肚子里爬出来的钟义琛，如今还是钟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婉华是钟义琛的母亲，这个如今吃斋念佛的女人，年轻时魄力非比寻常。你知道她凭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凭的是我认定，只要我认定，你钟太太的位置没人抢得走，有我撑腰，那些女人威胁不到你。况且我不和你谈感情，我和你谈交易。你这几年做得出色，公司也好，钟家也好，你样样都撑起来，我们钟家再培养一个出来费时费力。你离开钟家，划不划算你算得清。若不谈感情，只谈交易，这无疑是一笔最划算的交易。我替他倒茶，轻声道：“您知道，若是不谈感情，我如今也不会坐在这儿了。我也想过，正是太太名头紧握在手，外面的人再怎么也翻不进钟家的门。可我不是为了成为钟太太而嫁给钟义琛，我是嫁给了钟义琛才成了钟太太。当初我推他离开，讲他婚姻不自由，还好意思同我拍拖。钟义琛拧着眉：我怎么就不自由了？我想娶你，点子多的是，你整日一眼看不见，就要找别人结婚，当我是废柴。我不信他，什么好点子能越过那么多关卡？后来他莫再提，只是一步步接手邦盛，慢慢进入钟家的核心。而我在毕业后，也成功进入邦盛集团，从实习做起。那时，白日上班受训，夜里钟义琛给我开小灶，我成长速度飞快。等再提起婚事时，他在钟家坐着，没人敢反驳一句，只是他敬重老爷子，隔天想了个招，让老爷子认清现实。臭小子，当初真以为我老眼昏花，脑子不清楚，不知哪个娱乐公司里抓了个粉面油头的细佬，牵着手要跟他登记结婚，那以为我吓到了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，成全你们还不知足。这才几年，又闹着要离婚。我话讲明白，离开钟家后，我不会让你再回来，你想好再决定。我低着头，走马观花般过完这短暂的7年婚姻。
离开钟家这件事，我已经等了3年。他摆了摆手，手边的事处理好，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。从楼上下来时，钟义琛的母亲还在沙发上坐着。我走到门口，又折返，往后我就不便给您祝贺，希望您身体常安泰。说完后，我便转身往外走。钟宅的客厅灯光昏暗，胡婉华被黑暗笼罩着，抬头望向前方，满屋的光似乎都被那个快步往外走的身影带去。他看着看着，好似看到年轻的胡婉华走了出去。李姐弯腰在他耳旁，小姐，夜深了，该睡了。客厅又一片暗淡。胡婉华收回目光，走吧。坐上车时，我想起要处理好手边的事，连夜让狗仔明早来领支票，买断了今日钟义琛的所有花边新闻。再次接到钟义琛的资讯，是几天后。张家敏回来后，他收敛了许多，想起和老爷子的交易，我让司机拐了弯去接钟义琛。到时门是开着的，里头一堆人打牌，其中就有张家敏。他恰好胡了一把。坐他对面的男人恭维道：“阿嫂今晚行大运啊，一晚上大杀四方，小弟底裤都要压在桌上了，好心饶了我们。”张家敏抿唇一笑，刚要开口，钟义琛抬眼看到了门口的我，他吸了一口烟，骂道：“门口站着的才是你正经阿嫂，眼睛瞎了乱认人，不怪一晚上胡不了牌。”那人看到我，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：“啊，阿嫂！”张家敏看到我，则是脸色一白。看到这个场景，我就知钟义琛是故意的，他总会这样故意的叫我看，样样事做的都是要逼我离婚让位，可偏偏又不肯离婚。他的理由倒是简单，他年纪小没见识，养着玩玩还可以，谁正经娶回家？钟太太有你就够了。我环视了一眼屋子里的人，将跟在后头的司机留下，嘱托他晚些时候接送钟义琛，而后礼节性的点点头，转身就离开。我刚走到门口，张家敏拦住了我的去路。2年前18岁的女孩，如今也不过20，青涩生动。她微喘着，声音细细的：“钟太太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破坏你的家庭。我曾经尝试过离开，尝试过忘记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忘不了钟先生，我很爱他，但是请你相信，我真的打从心底里没有要破坏你家庭的意思。我和钟先生之间，我们只是相遇太晚。如果他当年遇到的是我，我也会是钟太太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总之，我是真心诚意要和你道歉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当牛做马来给你赔罪。可是这辈子，我没办法把钟先生还给你。对不起。”我从上到下打量着她，2年前还只能穿一身30-50块衣服的女孩，现在浑身上下都是低调的奢侈品，脚上一双鞋够她在百货公司打工3年。麻雀很多，从前是我，现在是张家敏。我没有开口说话，也不屑于开口同她说话。我不会企图用道德和良知的话语去唤醒一个小三，但凡他懂得道德2字的笔画如何写，就不会兴高采烈地给人当二奶。你和钟先生离婚吧。他的声音在我身后，你放过他。而此时，屋内的人面面相觑，有人大着胆子看向一脸寒色的钟义琛。琛哥，不去追阿嫂，女人一旦生气，可是会闹离婚的。钟义琛看着手里那张200万的支票图片，不知在想什么，半晌才笑道：“离婚还不好。”吴氏一身轻。温颂要离婚的事，钟义琛是钟家最后一个知情人。听到消息的时候，他掀起眼皮看着来人，开什么玩笑？胡诗晴夸张道：“什么开玩笑？外公都答应他了。再说了，你这2年把家里搅得乱七八糟的，
不就是为了离婚？依我说啊，离了就离了，男人嘛，到头来都嫌弃黄脸婆的。他趴在桌子上，凑过去贼兮兮地说 ：“Kitty 姐还在等你儿，这么多年了，她都没结婚，你要是离婚了，给她个机会喽。”胡诗晴从小心底就有认定的表嫂，谁知道当年半路杀出来一个温颂。钟义琛结婚那天，他气得牙痒痒，还被迫笑着包上一个大红包。可怜他的 Kitty， 从那时起就化悲愤为力量，拒绝了所有男人，成了一个事业狂魔。钟义琛头疼的让他滚出去。胡诗晴扯过包，踢踏踢踏的往外走。出门的时候，迎面撞上了张嘉敏，也许是听到了他们方才的谈话，他嘴角还有一抹笑沫来得及收回去。胡诗晴抱着胸，笑眯眯道：“哇塞，嘴巴脸那么大，像朵食人花，你要吃小孩啊？不自量力！温颂再离18次婚，我表嫂的位置也轮不到你啊！”张嘉敏面不改色，语气温和：“那轮到谁？你的 Kitty 姐吗？她看起来更不自量力呢。”胡诗晴鼓鼓掌，果然当小三的，个个脸皮赛城墙。你给我 Kitty 姐提鞋都不配。张嘉敏目送他走出去，眸光深远。钟义琛送他留学，给他买房，让他过上流社会生活，还为了他和温颂闹离婚。当年是温颂，现在是他。温颂都能坐上钟太太的位置，他凭什么不可以？2年前，他跪在太平山顶，看住眼前奢华的别墅，那时他想，总有一天，这栋别墅的门会为他敞开。老爷子应允后，离婚的事我没有机会同钟义琛交涉。我知道他得了消息，我原以为他会第一时间找我谈判，可好些日子过去，他长久地居住在澳门。不过最坏的结果，也有法律允准兜底，夫妻双方分居2年，就可单方面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，且无需配偶同意。可我猜，无论是钟义琛或是钟家，都不会这样放任。若是他即刻点头，离婚也不过一瞬的事。所以我一直在等。这一日，他终于又推开别墅的门。寒暄是多余，他开门见山：离了婚你什么也分不到。意气用事。当年结婚前，老爷子只有一个要求，签订婚前协议，一旦日后夫妻反目，我带不走1分钱。钟义琛不肯，可老爷子也不肯退步。他信不过钟义琛，绝对不愿把邦盛集团这巨大的利益同他的私人情感绑在一起。后来，钟义琛退让一步，用他个人的资金给我成立了信托基金。信托基金属于我婚前的个人所有财产，里面包含现金、股票、股份和房产。这些年经过运作和升值，迄今为止价值近80亿。虽然这80亿比起邦盛和钟家这艘巨大的财富之船算不得什么，可当年却是钟义琛在斗争后能调动的所有流动现金。我当年不要他这些。他笑着同我说，比起男人，钱财才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底气。他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，也许我会背叛你，但钱不会。至亲至疏是夫妻，再如何相爱过，也不妨碍如今横眉冷对，刀剑相向。我望住他久久，想起当年像疯子一样的温颂。最开始那年，我极度的精神洁癖作祟，用尽最恶毒的话骂他，我要他去死，要他明日出门遭车碾得碎尸万段。凭什么他毁了我对爱情的全部信仰，却还能这么坦荡地活着？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开着车要与他同归于尽，全都下地狱就不会日日受折磨。在清醒的时候，我却只有一个念头，幸好我们没有孩子，幸好当年那个孩子没有降临。我看向他，该吵的都吵过了，只剩下平静。你应该谢我，
以后找女人不用偷情了。咔嗒一声，他点燃一支烟，透过烟雾看我，也是。我替佳敏谢你，为他腾位置，当真是宽宏大度。我没理会他的冷嘲热讽，时间在3天后。希望。他拿起外套，往外走，随你。推开门后，他顿了读，回头看我，温颂，别后悔，不过你后悔了，求求我，我总会心软，毕竟我们是夫妻，谁也越不过你。法庭那天，钟义琛没出现。1个小时后，我拿到离婚判令，驱车回到别墅。只是集团近日有要事，离婚的消息会暂时压住。回到家时，客厅坐着一个不速之客。我皱着眉，叫来保安。他解释道，他有钟先生的手牌。张佳敏抬头挺胸地看着我，我来，是来拿钟先生上次拍下的那条珐琅珠宝。他摸了摸手下的真皮沙发，他说要送我的，只是被你霸占着。这栋别墅在我名下，决定离婚那天，我早把钟义琛的东西全扔了。那些昂贵的东西不至于扔掉，估计是送到浅水湾那处。我没和他费口舌，滚出去。温颂，他不叫我钟太太了，大家都是女人，你想什么我都知道。僵持这么多年不肯离婚，这回故意提离婚，不就是想让老公回心转意，欲擒故纵的把戏，骗不了人的。我偏头叫了声文姐，不一会儿，从楼下上来一个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眼光发亮，扔下抹布，一步上前就扯着张佳敏往外走。啊，你个疯子！文姐和李姐都是钟家的老人，当年是钟义琛母亲从娘家带过来的人。李姐沉稳聪慧，文姐武力过人，两人是她母亲的左膀右臂。当年钟义琛母亲处置那些外事的时候，文姐这双手不知抓破多少小三的脸。我到钟家以后，钟义琛母亲就把她派到我身边，可惜我懒得大动干戈，她这些年也毫无用武之地。今日我也让她重现一下昔日辉煌。屋外传来文姐铿锵有力的骂声，死八婆，年纪轻轻想男人想疯了。香港二奶行业最发达的时候，都没有哪个不要脸的小三敢登门的。有爹生莫爹养，堆填区都收啊。普通话限制了发挥，他转了白话，字字犀利。哪日我也请他骂一回钟义琛。张佳敏在网络小有人气，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人设，在他的博文里，她是一位底层女孩，偶然惊鸿一瞥，得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富豪男友。那位男友爱她精细，是贵人，是爱人，扶她一路向上。不明真相的网友艳羡，姐姐，定然也是你极优秀，才会被这样爱着。他接纳所有夸奖，他带我见世面，识人情世故，为的就是即便以后难长久，我也能过得快活，制造一场白马王子与贫穷少女的梦，仿佛真的成了言情故事的女主角。18岁来香港时，我盼望前程辽阔，想要扎根于此，但10来年兜兜转转，我想我有点想家。处理好一切事宜后，我启程回老家舒城。当年除了钟家对婚事不满，我父母同样不愿意。是钟义琛春夏4季，飞机一遍遍落地起飞，请他们将女儿交给他。探望完父母，我将今后的道路铺到了上海。人不动，脑子是会死的。无论是我的学识，还是我的经历，都不允许我下半生碌碌无为。在钟家的那几年，最开始时，我连出席宴会酒杯都会拿错。那时钟义琛站在我身后，他的分量足够重，所以也没人敢嘲笑我，只是我自己不愿落人尾巴。到后来，我也能游刃有余地同富太太们周旋。上海的公司成立初期，我毫不避讳地动用钟家和钟义琛的名头，借势而上。
解决了不少问题，不缺资金，不缺人脉。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敲定了所有细节。除了忙工作，我也忙自己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即便那段婚姻糟糕到烂透，离婚后，我仍旧遭遇了情绪反扑。有时候夜里醒来，我会觉得自己悬浮着，心里空落落到无法着地。7年的婚姻里，后来的3年时间里，我几乎像空壳子一样。如今我要把这空壳子慢慢地填满，无论是心里的空洞，还是生活的留白，我开始不停地重塑自己，读书、旅游、社交，变得更加像从前的自己。人一旦有了扶持自己向上的力量，从前过往的荆棘，好似都变成了点缀。这天，放在桌面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我接通后，对方操着一口熟悉的口音：“太太，是我。我是宋秘书啊。”他语速很快：“先生喝醉了，一定要我给你打电话问，他的解酒药吃哪种啊？说吃不对会死人的。”电话那边隐隐约约有嘟囔的声音：“你让他回来。”我看了一眼号码，宋秘书：“哎，太太，您讲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要你回香港。你什么时候回香港？”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最近很忙，竟然把你给忘了。”宋秘书：“什么？”宋秘书还来不及开口，他放下手机一看，已经拨不通太太的电话了。太太把他拉黑删除了。他握着手机沉思：先生是太太第一个拉黑的，他是太太最后一个拉黑的。先生做了鸡头，他赶上了鸡尾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让人骄傲的荣幸？过了几天，公司陆陆续续出现莫名其妙的快递，拆开看，里头的东西个个价值不菲，海瑞温斯顿的钻石项链，爱马仕的蜥蜴皮铂金包，还有不少大牌首饰。这样赔罪的手法，从前我经常现，只是那时他送个情调，我10个台阶往下，彼此都开心。现在弄这套，倒显得让人生厌。我算了算公司的账本，转头将这堆东西卖掉，得了一笔资金。就这样陆陆续续地送了10几天，钟义琛出现了。投资人酒宴上，他不请自来，像一尊门神立着，所有人都起身问好，打量的眼神在我和钟义琛之间流转。不过谁也没开口挑破离婚这个话题。邦盛集团公开的离婚消息，内地的新闻也早上了几波。前些日子，我听徐太太聊了不少那边的八卦，谁也没料到，原本想打着和平离婚名头的钟家，被半路跳出来的一个小鬼给搅和了。原来张嘉敏听闻离婚消息后，迫不及待地在网络上晒起和钟义琛的合照。虽然照片里钟义琛只露了半边背影，还打了码，但还是被眼尖的人拆解出来，打了鸡血的县民朋友分工分析张嘉敏的1000多条帖子，各个时间线对应的 PPT 在网上盛传。他开通小号一个个回对那些人，却被人挖出鞭尸。他讲他又不爱他老婆，留不住男人的心，能怪谁？有人回超搞笑，他不爱老婆爱你个死38吗？没有为垃圾说话的意思。你3月份晒的那条项链，是他老婆去年出席周年庆戴过那一款的边角料做的。哇塞，好爱啊！钱在哪里，爱在哪里？姑且这么认为。去年钟义琛在慈山寺以他老婆的名义捐赠了一座金身佛像，价值3000万，吵吵闹闹不休止。到后来我都懒得再听。再看钟义琛，离婚、出轨对他好似没有任何影响，甚至因为县民和张嘉敏的对峙，出轨2个字在他身上成了风流韵事，成了他印证魅力的一环。而同样的罪人，张嘉敏早已被攻击得体无完肤，就像他现在这样，若无其事地笑着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身后的脚步不缓不慢地跟着。我停下来，有什么目的直说吧，我没有时间同你绕弯子。
他放下酒杯，不紧不慢地说，你不知道那些媒体怎么夸你，讲你好有魄力，人人都晓得，钟家出了个宁折不弯的好女子，他们夸你，顺着把我贬得一文不值。你走那天，文姐破口大骂，站在3楼将我骂了半天。我想着，闹一场离婚出走一趟，这些年来的气，这么多人帮你出了，你也该消气了。所以，我来接你回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意识到我是愤怒的，可是我面对他的灵魂是麻木的。我赌尽了所有换来决绝的离场，在他看来只是闹脾气，只要消气就什么也不曾发生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突然就明白了，我和钟义琛这些年，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，也许从头到尾，只有我一个人将之视为信仰，视为全部，所以毁灭和崩塌，席卷的从始至终也只有我一个人。钟义琛同样在牧师面前宣誓，可他大概从未认同过，爱情是矢志不渝的，婚姻是忠贞不二的。想通了一切，我迅速转过头去，抬手擦掉难以抑制的眼泪。和你离婚的意思是，钟义琛，我们余生再无关联。我收拾好情绪，一字一句，你觉得离婚是游戏？我从来没有拿婚姻闹脾气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后悔，现在不会，将来也不会，永远永远不会后悔。他拉住了我，好似我的愤怒无关痛痒，无奈道，好了，是我后悔行不行？我话说早了，这2个月你不在，我不习惯，我忍无可忍，抬手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巴掌声在林间道回响。钟义琛的脸偏到一旁，抬起手指碰了碰伤处，这样足够消气吗？不够消气，就再打1掌，气消了，就跟我回香港。谁知道钟义琛发什么疯，阴魂不散，缠人有一招，隔几天就飞来上海，情人也不找了，小三也不爱了，好像少了我，他和情人小三就少了激情，连偷情都莫好滋味。我并不管他，休息期间，着手去了计划旅行的内蒙古，厌倦了繁华的喧嚣，厌倦了资讯超载的日常，人总需要自然净化一下。我选了一个蒙古包，有风，有光，有草原湖泊，有缓慢的时光。很意外的，这趟旅行，我遇到了胡诗晴，显然他也没预料到。照面了2天，他扭扭捏捏的忍不住跟我打招呼，只是开口的话很不讨喜，你跟我表哥离婚后，看起来顺眼了不少。我盖着草帽，声音嗡嗡的，不找你的 Kitty 姐了。他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怨声载道，又一脸兴奋，你知不知道 Kitty 姐不喜欢男人啊，她有女朋友竟然瞒着我，害我当了好些年丑八怪。我以为他喜欢我表哥的吗？我哪里知道原来是我自作多情。他的话匣子一打开，源源不断的新闻喷泻而出。之后2天，胡诗晴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我以为他要为钟义琛当说客。听到这话，他摆摆手，你太小瞧我了，他搞不定你是他没本事，我才不掺和。谁知道过了几天，钟义琛又阴魂不散地出现在内蒙古，当着胡诗晴的面，我也没什么客气的，骂完转身就走。胡诗晴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叫道，表哥。钟义琛收回目光，耐着性子，做什么？有病要去看医生。他可怜地看着他，而不是来内蒙古看牛啊。我并没有下半生竖起下半身的想法，而且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，就会想找些漂亮的男孩子谈谈感情。许毅是我投资的娱乐公司新人，她很乖也很漂亮，我破例让她跟在我身边。知道我谈恋爱的消息后，钟义琛连夜飞到上海，他神色很平静，简单的点评了2句，粉头白面，油嘴滑舌，后
又飞回了香港。许艺并不露怯，抵着我的肩膀，天真无邪，她夸我长得漂亮，还说我嘴巴甜。可是姐姐就是喜欢我这样呀。她自以为旁人都糊涂，唯独她清醒，你白长脑子。20岁的男孩子不过是图你的钱和资源，你真以为他有什么真爱？我该怎么告诉他？这真是天大的好事。我身上真心太少，爱情销声匿迹，除了钱一无所有。如今我乐得现男人同我谈钱谈资源，好过和我谈情说爱。他再次飞来上海时，看到我身边站住的人，这次他眉头微微一皱，换人了。许艺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够诚实。起初我也以为他身家清白，入了娱乐圈没有背景白纸一张好可怜，所以我为他撑腰也算道理。可后来偶然得知他身后的许家明撤上海滩，公子哥入红场，不过是消遣玩乐，却将我当冤大头，我如何忍的？我判他死刑那日，他还十分委屈，淋成个落汤鸡。我要是说我有钱，你看都不会看我一眼。话不是这么说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人和人的相识不应该从欺骗开始。比起他的激动和难过，我平静的像是错失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投资专案。漂亮听话的男人太多了，折了一个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站起来。我朝钟义琛点点头，很大方，上次那个不乖，这次换了个听话的。我们竟然能如此平和地谈论，好像离婚和崩裂已经是上辈子的事。钟义琛眉头微微舒展，仍旧神色平静地点评：白斩鸡，中看不中用。那是一种很笃定的神色，像是在说：温颂，想玩就玩吧，你不见得真心。经过我这一遭，你还看得上这些货色？这一次的恋爱，我谈的时间不短，尝到钟义琛几次三番催促，怎么还不分手？仍然一副笃定和高高在上的神态，好像我的恋爱在他看来不过是耍脾气，玩玩就过了。我忍无可忍，你有病吧？他大言不惭，毫无愧疚之心。是啊，相思病。我没在意他的情绪，分开后还这样做鬼缠着前妻，说出去也让人笑掉大牙。偶尔他还会深夜打过来，搅人清梦，只一个劲地问什么时候回香港。也许深夜最能让人心顿行，他夜里的道歉显得诚挚了一些，不像白日那样不诚恳。有几次他声音轻颤，一字一句道：温颂，我后悔了。醒来后又当作无事发生。偶尔有几次我接到他母亲的电话，他语气很平淡：阿琛受伤了，你过来香港看他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回话，他又自顾自地说：不看也无事，总归死不了。我不管他的人生如何，我的人生已重新步入正轨，公司越做越大，有知己好友，有可心情人，我不会再在深夜里患得患失。此后很长一段时光，我和钟义琛之间维持着一种诡异的平衡。他想飞上海，想回香港，来去由他，我不会干涉分毫。我知道他在等什么，在等我哪一日醒悟，再次返程，上他的贼船。可是钟义琛，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错的道路。钟义琛从年会下来，一路开车到了老宅家里。他走进大厅，灯光依旧昏暗，好似常年不见光的阴湿处。他不大喜欢老宅，他喜欢婚后住的那栋别墅。被温颂卖掉后，他着手又买了回来，只可惜怎么也找不回从前的感觉。2年的时间里，他无数次往返上海和香港，恬不知耻地监督温颂。他太自由了，有时候突然销声匿迹，想要翻遍整个世界都找不见。温颂18岁就被他纳入羽翼，那时他很乖，睁着一双大眼睛，看人认真又多情，哪怕闹脾气也好哄，有时甚至都不用哄，他就说服了自己，
抱着他的腰，恶狠狠又毫无威慑力的警告：再有下次，我不会这么快原谅。他从不知道，温颂是一场如此自由的风。这2年里，他对自己避如蛇蝎，反倒是常常给他母亲做节日问候。找不见温颂时，他就来找胡婉华。他斜靠在沙发上，低垂着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把玩着手里的串珠。珠子被胡婉华盘得很漂亮，他不信神佛，拿着串珠倒像是玩一般。要是被胡婉华看到，预计会拧着眉看他不顺眼。温颂走后，他时常这么看他。不过这次，胡婉华坐了下来，倒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桌面上落下一个喜帖，看起来不像香港的样式，封面红得要发光发亮，庸俗得很。钟义琛眼神掠过那张喜帖，决意以他打开话匣，随口问道：谁的喜帖？好风光。胡婉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：温颂的，他要结婚了。你不知？钟义琛眼神定了定，弯腰伸出手触碰了下，薄薄一张纸，半日没打开，里面的内容不见天日。胡婉华看着他的神色，恍然大悟，神色平淡地从他手中抽走喜帖，明了，你没被邀请。抽出的时候，喜帖掀开一个角，温颂的名字落入眼中。胡婉华走到楼梯，李姐扶着他上楼。2楼走廊扶手往下望，钟义琛仍旧一动不动，陷入半明半暗中。李姐免不了心疼，做什么搞到这个地步？你不知道他前日还跟我说。温颂对他和气了许多，说李姐啊，温颂心里还是有他的，那么大一个人，开心的像小孩。胡婉华收回目光，淡淡道：你白费力气心疼他。温颂远在内地不知，你还不清楚。温颂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当真闲下来守活寡。钟义琛半日莫动，手脚有些麻木。他以为和温颂之间心照不宣，哪怕闹得再凶，心底里是不会近人的。所以离婚时，他不觉得是大事。世人不总分分合合，所以他谈恋爱交男朋友，他总是趾高气扬，分毫看不上。那些男人都是他的消遣，玩一玩腻了就会收心。到头来，离婚也好，重婚也罢，余生纠缠不休的只有他和温颂。他以为他会长久的拥有，却在这一刻迎来长久的失去。温颂不知何时已经从糜烂的婚姻和爱情里出走，却徒留他困执在仍旧被爱的错觉里。他怎么可以允许爱情再次发生？怎么可以有人能够替代他，消除他对婚姻的恐惧，拾起无边的勇气？桌面的喜帖仍旧发光发亮，却离他越来越远，像在宣示温颂的幸福，嘲笑他的不堪。他开始有些憎恨他，由爱生恨，心底忧惧。这样的恨意焦灼着心肺，怨不得，放不下，终其一生，让人不得好眠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